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啦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nny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个神奇的表演。看，我眼前这个小舞台就是今天的主角，一块薄薄的白布，后面亮着暖乎乎的灯，马上就要开始神奇的表演啦！它就是2000年前中国人的电影，超级有名的皮影戏。它呀，用影子就能讲出精彩的故事，跟着我一起看看吧。关于皮影戏的由来，有个有趣的故事。传说啊，汉武帝的妃子死了，皇帝非常的伤心，于是有个聪明的道士就用皮子剪了妃子的样子，在灯光下让她活了过来。皇帝啊，非常的开心，从此就有了皮影戏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，但皮影戏确实从汉代就开始有了，后来在唐朝变得特别的流行。那时候啊，没有电视、电脑，也没有手机，老百姓想找乐子、听故事，就盼着皮影戏班来到村里。只要戏班的锣鼓一响，大人小孩都会搬着小板凳围过来，前面的小朋友呢，坐在地上看，后面的大人啊，站着看，有时候连屋顶上都可能有人趴着看呢，特别的热闹。以前交通不方便，很多农村人没有去过远方，而通过皮影戏，他们知道了好多外面的故事，比如英雄打坏人，神仙救百姓，特别的有意思。说了这么多啊，我们来学一学皮影戏这个词语吧。皮影戏里的皮就是动物的皮，比如我们平常见到的牛皮、羊皮，它摸起来啊硬硬的，很结实。影就是光照出来的影子，戏就是表演、讲故事。皮影戏啊是中国民间的艺术。走进一家皮影小店，我们可以看到老师傅们做皮影的过程。他们告诉我要用小牛的皮，先泡软，然后刮得薄薄的，像纸一样透明。最难的是雕刻，要用30多种不同的刀刻出花纹和眼睛。嘿嘿，我试了一下，连最简单的直线都刻不直，而老师傅们却能在皮子上刻出会飘动的头发丝。大家看，这个小东西就是皮影了，它是用驴皮刻的，上面染了红色、绿色的颜色，还有细细的花纹。等会儿灯光一照，白布上就会出现它的影子，样子啊和这个皮影一模一样。皮影戏啊，最精彩的还是他们的表演。大家跟我来看看皮影戏是怎么表演的吧。舞台的幕布后面啊，会有1到2个老艺人，他们手里拿着细细的小棍子，棍子一头连着皮影，老艺人要一边操纵皮影，一边又唱又说话，还要敲锣打鼓。看来啊，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。孙悟空大家都不陌生吧？他有一根能变大变小的金箍棒，特别的厉害。老艺人啊，用小棍子操控孙悟空的手、脚，让他在布后面跳起来和挥棍子，还会模仿孙悟空说话的声音，说妖怪别跑。敲锣打鼓弹乐器的声音一响，我们在幕布上就好像真的看到了孙悟空在和妖怪打架一样，布上的影子啊，一会儿跳一会儿跑，比看动画片还让人紧张。虽然啊，皮影戏没有电视那么亮，那么有趣，但它有自己的温度。
它是老艺人的手作，是慢慢讲的故事，还有大家围在一起的热闹劲儿。现在啊，会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但西安还有一些老师在教小朋友们学习。如果大家来西安啊，一定要晚上去看一场皮影戏。当灯光熄灭，牛皮做的小人在幕布上活动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古老的表演能流传2000年。在离开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买一个孙悟空的皮影。虽然啊，我们不会表演，但可以把这个中国的古老魔法带回家。